大家好，我是罗以，欢迎来到罗以时间。这里是生命与 DNA 科学系列节目进化论商中篇第6集 DNA 亲子鉴定敲响进化论的商钟。分子人类学用 DNA 编码与数学7次敲响进化论商钟，每一次都可以置进化论于死地。什么是 DNA 亲子鉴定？ DNA 亲子鉴定也称为亲缘鉴定，是建立在 DNA 分子编码层次上的研究结果，也是分子人类学的第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。亲子鉴定的权威性是来自人体的 DNA 编码的事实和数学计算分析的结果。我们知道 DNA 亲子鉴定的原理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计算分析去追寻亲缘关系。那么要了解 DNA 亲子鉴定，必须先了解 DNA 与人体的关系。我们的人体是由40到60万亿细胞构成的，每一个细胞中几乎都有23对染色体，以及它所包含的60亿DNA 编码。可以说我们人浑身上下都是 DNA 编码，这个就是 DNA 编码，这个是染色体。那么 DNA 的染色体呢，它是一个螺旋结构，它是由 DNA 编码 ATCG 4个编码或者说4个碱基构成的。那这4个碱基的代码编码呢，就是 ATCG。虽然每一条染色体都是 ATCG 4个编码构成，但是因为每一条染色体它的编码数量不同，它的编码的排列序列不同，它所表达的信息不同，所以每一条染色体呢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2条相同的染色体。在我们的人体中，1号到22号是常染色体，这22条常染色体没有相同的2条，还有一对性染色体 X 和 Y， 所以24条染色体呢，每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呢，由于常染色体我们有双份，有22条呢是来自父亲，22条是来自母亲，所以我们有22对常染色体。来自母亲和父亲的1号和1号是相同的，2号和2号是相同的，3号和3号是相同的，所以是22对常染色体。DNA 编码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中的编码，就是23对染色体，是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我们人体的，所以一半是来自精子，一半是来自卵子。所有的编码呢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呢，999%都是相同的，只有1/1000的差异。正因为有了这个差异，才能够做亲子鉴定。如果100%相同，你就没办法分辨出不同，就没有办法做亲子鉴定，也没有办法分清你和我。所以1/1000的差异非常的重要。DNA 亲子鉴定有3种方法，一种是 Y 染色体 DNA 亲子鉴定，因为只有男性才有 Y 染色体，只能父系遗传。
在 Y 染色体上寻找相同的位点、相同数目的编码，不但可以鉴定父子关系，还可以鉴定上下10几代的父系关系。1995年，科学家就是在男性的 Y 染色体上发现每个人在相同位点上有相同的729个编码。他们因此确定全人类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。为什么可以这样确定？因为729个相同的编码，用数学计算可以发现，不可能是分头产生的，而是来自一个源头。这就好像是100个人写了一本书，每一页都有729个字，而每一页这100个人729个字都是相同的，所以你不可能是100个人分头写这本书，而是 copy 制一个人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亲子鉴定的第二种方法呢，是线粒体 DNA 亲子鉴定。因为线粒体呢只是母系遗传，就像前面的 Y 染色体只能父系遗传一样，所以线粒体的 DNA 它只是母系遗传，所以在线粒体上寻找相同位点、相同数目的编码，就可以做母系亲子关系的鉴定。同样也可以鉴定上下10几代或更远的母系关系。这也就是为什么1987年科学家提出的夏娃理论，认为确定全世界有一位共同的女性老祖母。它的原理和方法与前面的 Y 染色体的亲子鉴定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这是我们人体的线粒体 DNA， 它在那个 Y 染色体的 DNA 我们知道是一个螺旋结构，而线粒体 DNA 呢是个环形的结构，有点像一个女性的项链一样。虽然它在男性、女性的身体中都有线粒体 DNA， 可是呢，遗传只能是母系遗传。在男性里面的线粒体 DNA 它是不往下遗传的，它的线粒体 DNA 是来自自己的母亲，但是它不会往下遗传。可是女性呢，也是来自母亲，可是它可以传给女儿、女儿的女儿、女儿的女儿，一直往下传，它是女性遗传。所以这样就可以知道全人类有一位共同的女性祖先，有一位共同的老祖母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我们的人体当中的线粒体 DNA 呢，它有16568个 DNA 编码，其中大约有16000个 DNA 编码，全世界人都是相同的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小。这样子呢，用数学计算同样可以知道说来自一个源头，这就是有名的夏娃理论。DNA 亲子鉴定的第三种方法呢，就是常染色体 DNA 亲子鉴定。由于常染色体来自父母双方，所以常染色体的亲子鉴定可以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。同样，在常染色体上寻找相同的位点、相同数目的编码，可以找寻孩子的亲生父母，同样也可以鉴定出我们每一个人更遥远的祖先。为什么可以找到更遥远的祖先呢？它和前面不一样的呢，就是当你只是在 Y 染色体里面寻找，你有时候女性没有了，它就缺失了。那么在女性的线粒体里面寻找呢，它没有 Y 染色体呢，它会有男性的缺失。所以这样呢，
就不是完整的。但是常染色体呢，它不一样，它是男女双方都有，它不会缺失，每个人都有。所以用常染色体来寻找我们人类的最遥远的第一个祖先呢，就成为了可能做到的事情了。那我们人类呢，全人类的染色体是我们前面说过了啊，就是1号到22号有22条常染色体。22条常染色体呢，就是一半我们在我们身体当中呢，有22条是来自父亲，有22条呢是来自母亲。由于父亲和母亲的常染色体并没有区别，所以就是22对常染色体。也就是说，父亲的1号和母亲的1号没有区别，父亲的2号和母亲的2号也没有区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1号和2号是不一样的，每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我们人体就有了双份的常染色体，就是有2个22条，一个来自父亲，一个来自母亲，然后有一对性染色体，也是同样的来自父亲和母亲的。这样子，当做亲子鉴定的时候呢，只要鉴定常染色体，你就可以鉴定出你亲生的父母，还有可以鉴定出我们遥远的祖先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DNA 亲子鉴定证物的来源非常的多，也非常的广。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人体的每一滴血、每一根毛发、每一星点黏膜都包含着我们人体的23对染色体、60亿 DNA 编码。所以 DNA 亲子鉴定就是因为在 DNA 编码中去追寻亲缘关系。如果你是父系的遗传，你就在 Y 染色体编码里面去寻找；如果是母系的遗传呢，就在线粒体 DNA 的编码中去寻找；如果是父母双方呢，就在常染色体的编码序列中去寻找。我们说过的 DNA 亲子鉴定的原理呢，就是从 DNA 编码的比较和数学分析中去寻找亲缘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个 DNA 亲子鉴定的实例分析。这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亲子鉴定，也就是说这3个孩子的亲生父母来寻找他们的确定的关系。而亲子鉴定呢，就是依据这样的代码，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4个编码 TCAT 在这里有11个重复，在这里有14个重复。母亲的 TCAT 在这里有8个重复，在这里有12个重复。那么你就要看这孩子了，进行比较。因为在孩子的身体中，他有2条常染色体，比方说1号有2条，2号有2条，那1条来自父亲，1条来自母亲，就是在比较他们父母的 DNA 编码，就可以来确定他们的关系。第一个孩子在这个位点上和母亲的相同位点上有12个 TCAT 的重复，在这个位点上和父亲相同位点有相同的14个 TCAT 的重复，那这个孩子就是来自这一对父母。第二个孩子在这个位点上和母亲有相同的8个重复 TCAT， 在这个和父亲相同位点上有14个 TCAT 的重复，那么这个孩子也是这一对父母的孩子。第3个孩子在这个位点上和父亲的位点相同，和父亲有相同的 TCAT 11个重复，在这个位点上和母亲的位点相同，
重复数12个相同 ，PCAT 编码序列相同，所以第3个孩子呢也是这一对父母的孩子。这样子呢就可以通过比较常染色体的编码在特定的位点上的序列，可以判定他们的亲子关系。孩子的在常染色体上的某个位点上的编码代码 TCAT 8个重复，这8个短序列的重复呢，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遗传标记。也就是说，你看这个啊，这虽然是12个重复 TCAT， 你只把它看作是一个遗传标记，这个遗传标记来自他的母亲，而这个呢14个重复也看作是一个遗传标记，来自他的父亲。这就是遗传标记。这只是做了一个点，一般要做10几个点才能够确定谁是谁不是孩子的父母。这种 DNA 编码代码的重复称为短串联重复序列，简称 HTR。HTR 通常是2到5个 DNA 编码序列的重复。我们这里看到的是4个，是 TCAT， 它通常是2到5个。它是鉴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内的遗传关系的特征标记。我们从以上看到的呢，是一个测试点。一般做亲子鉴定呢，一般要做15个甚至更多的测试点，才能够确定亲缘关系。那我们从下面这一个数学的概率来看一下这个计算，就说30个相同的编码2组可不可以随机的产生相同。我们从这是2组相同的30个编码序列，那我们用中学的指数公式计算 ATCG 4态码它们能够随机出现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是多少。一个编码呢是1/4，两个呢是4的2次方16分之一。那么30个相同的编码呢，因为4的30次方比较不是那么一看就容易计算，我们用换底数学公式来计算，结果就是100亿分之一的概率。100亿分之一的概率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在1亿年中，每周你都买一张彩券，每次都是你中奖。这种可能性有吗？当然是没有的。所以这样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？就是说一切长于30个编码的相同序列都不可能随机产生，只能是复制而来 copy 而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30个编码都只能是 copy 而来。那么在我们的刚才的看到的那些相同的标记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8个重复，有11个重复，有14个重复，这样的编码你加起来的话都超过了30个编码，所以它只能是 copy 至他的父母，父母的父母，父母的父母 copy 而来，不可能是他们自己产生的。这就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亲子鉴定，就能够确定它是从父母那里 copy 而来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前面所看到的729个相同的
编码在男性的 Y 染色体里面相同位点上有相同的729个编码，为什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全世界人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呢？那也是这个原因。也就是说729个编码不可能随机的各个人都自己产生，它只能是 copy 自最早的那一个人，所以它有一个共同的祖先。那Y 染色体亚当理论是这样来的，那线粒体也是这样来的，它更多，它有16000个编码，所以也只能来自最早的一位老祖母线粒体的那个 DNA， 不会是后代自己在随机的产生跟那个老祖母是一样，那不可能。这就是我们从数学计算中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结论：凡是多于30个编码，它都不能够随机的产生相同，只能是 copy 而来。一般的亲子鉴定准确率高达 99.99999%。那在司法认定上面呢，如果错误率小于100,000,000%，就可以得到司法认可，而3个位点不同呢，就100%的否定。所以亲子鉴定很重要的就是100%的否定。这种短序列的重复标记是鉴定几千年内的遗传关系的特征标记。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DNA 亲子鉴定的原理是从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去追寻我们的亲缘关系，这是非常严谨也非常科学的一个方法。编码的解码呢，就是你必须去分析相同的基因组，因为人有人的基因组，其他生物都有其他生物的基因组，而基因组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相同的基因组的，就是说人的基因组不可能和其他的生物相同，各种生物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基因组，没有2个不同物种是相同基因组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分析的时候呢，你做亲子鉴定一定有一个前提是相同基因组，相同基因组还不够，还要有相同的染色体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找寻这个孩子的亲子鉴定的时候呢，你必须是父亲的1号，孩子也是1号，2号孩子也是2号，你要相同号的染色体。如果是母系的遗传是相同的，当然只有线粒体 DNA， 你当然都是在相同的基因组里面才会有相同的线粒体，而且还要有相同的位点，还要有相同的序列，就像刚才那4个序列都是相同的，这样才会有相同的遗传标记，这样才能够追寻到亲缘关系。这是从解码看到的。那从数学的分析计算呢，我们就知道说有相同数目的序列，对不对？它是4个数目这样的相同的这样的数目的序列，还要有相同序列的重复数，比如说8个重复数、11个重复数、14个重复数，一定是相同的重复数，所以这是必须要用数学来分析来计算，它是非常严格的。现在我们从前面的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呢，就是说亲子鉴定必须是相同基因组、相同染色体或者线粒体、相同位点、相同的数目编码序列、相同的重复数、相同的标记，才能确定亲缘关系。而且从数学概率显示呢，一切长于30个相同编码序列的都不可能随机产生，只能够是复制而来。
还有一点就是人和所有的生物呢都有各自独一无二的基因组，它们没有相同的基因组，而各物种的染色体的编码数、编码序列和信息呢，因为不相同，所以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染色体构成的基因组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看这个图呢，是达尔文的一个想象出来的进化图。他认为所有的生物是从一个根上来的，因为他不懂，那个时候不知道 DNA。那现在我们知道 DNA 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基因组，基因组里面都有独一无二的染色体，所以都编码数不同，编码序列不同，编码信息不同。你比如说像这个金丝绒猴呢，它和人是一样的46条染色体，可是外形不管任何地方都完全不相同，为什么长出这么不相同的外形呢？如果你没有看到 DNA 的话，你就以为说像这样进化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了 DNA， 我们就知道这个金丝绒猴它的每一条染色体都是不一样的，它的染色体的信息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基因组的信息使它长出这个样子。我们人的基因组的信息呢，就长出我们人的样子。如果你要做亲子鉴定呢，他们两个是不能做的，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基因组。如果你想把人和猩猩做亲子鉴定，也是不可以的，因为猩猩有猩猩的独一无二的基因组，我们人有人的基因组，基因组不同，这是个前提，是不能做亲子鉴定的，所以就没有亲缘关系。所以如果说人和猩猩有共组的关系，那就是骗人的，那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。为什么人和其他的生物都是独一无二又恒定不变呢？因为物种的恒定是因为基因组是恒定的，而基因组的恒定呢，又是因为每一条染色体是恒定不变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染色体的恒定是因为 DNA 编码序列是恒定的， DNA 编码序列的恒定呢，是因为在细胞分裂的时候 DNA 编码它的突变率非常的微小，只有10亿分之一。这么微小的突变率呢，保持了染色体数目的恒定、结构的恒定、长度的恒定、着实力位置的恒定，还有编码数目的恒定，还有它序列的恒定、信息的恒定、基因数目的恒定、基因分布的恒定。所以它这么多的恒定是因为10亿分之一微小的突变率没有破坏这些恒定，所以每一条染色体保持了恒定，染色体构成的基因组也保持了恒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恒定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染色体的恒定带来了基因组的恒定，而基因组的信息呢，就产生了各个人和各个不同的物种，所以人和各物种也就是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了。所以一切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的最重要的就是突变率的微小。因为进化论它不会告诉你它的突变率有多小，它不会告诉你，它只会说突变产生什么进化呀，它只会拿一个抽象的告诉你，它不会告诉你具体的。其实突变率非常非常的小，10亿分之一，也就是说像我们人体有60亿 DNA 编码，一次呢只有6个突变，在我们人一生当中平均只有50次的细胞分裂，50次，所以5×6=300，一生当中只有300个突变，在60亿编码中300个突变是非常小，微乎其微，
丝毫不能影响我们人的染色体的突变恒定和基因组的恒定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，必须要有编码和数学的分析才能够知道。你像这些染色体数目、结构、着实力位置，所有包括基因的数目分布，这些都是解码，必须要有 DNA 的解码，还要有数学的分析，你才能够知道。否则的话，很容易听进化论它来骗你。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DNA 编码和生物的关系了。4个 DNA 编码 ATCG 构成不同编码序列的染色体，而不同染色体呢，就构成了不同物种的基因组。人和生物是 DNA 编码编制而成的，都是这样的编码编制而成的。DNA 编码它是信息，什么样的信息就长出什么样的物种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不一样、那么差别大的形体呢？像这个金丝绒猴和我们人是同样46条染色体，却有这么大区别呢？重要的就是信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信息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形体。各物种基因组的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样就决定了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基因组的恒定性决定了人和各物种的恒定性。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 DNA 亲子鉴定的原理，就是从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去追寻亲缘关系，就非常的清晰了。而且对于编码的解码也清晰了。编码的解码就是要相同基因组、相同染色体、相同位点、相同序列，还要有相同的遗传标记。而数学的分析也清晰了，要去看看是不是相同数目的序列，是不是相同序列的重复数，这是数学的分析。所以 DNA 亲子鉴定从我们以上的案例和分析看到，已经置进化论于死地了。进化论在这里完全没有说话的资格了。DNA 亲子鉴定的原理、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为进化论敲响了丧钟。我们来看一个科学报告。2006年，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说，在2003年4月，当研究人员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，他们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编码对的遗传字母，在每个人身上都是 99.9% 的相同。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，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 0.1%，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只有1/1000的差异。这个报告的基点是来自我们人体的 DNA， 是来自我们身体中22条常染色体、X 染色体和线粒体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人体中的30亿个碱基、30亿个编码，其中有29亿多全世界人都是相同的。我们前面看到30个相同2组相同的编码就一定是 copy 而来，不可能是分别随机产生。Y 染色体亚当呢，是因为在所有的男性的 Y 染色体中有相同的位点和相同的729个编码，是每个人身体中都有的，所以才可以确定有一位男性的共同祖先。线粒体
因为有16000个编码，全世界每一个人身体中都是相同的，所以可以确定有一位共同的女性祖先，这就是夏娃理论和亚当理论的由来。而这个30亿的编码中有29亿多全世界相同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全世界人有一个共同的唯一的第一个祖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 Y 染色体你只能够说是男性祖先，线粒体只能说是女性祖先，可是呢常染色体呢是男女都有的，所以是我们最早的第一个祖先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它没有缺失，男女都有，不像 Y 染色体呢，它有线粒体的缺失，那线粒体呢有 Y 染色体的缺失，而常染色体是男女都有的，所以没有缺失的问题，所以全世界人最早的第一个祖先就可以从这里看见了。而我们全世界人的29亿多的编码都是相同的，都是 copy 自他一个人。而这一个人呢，我们可以确定，从编码的解码可以确定他是一个男人，因为只有男人有常染色体、X 染色体、线粒体还有 Y 染色体，而女人呢没有 Y 染色体，所以第一个一定是男人。第一个女人呢是出自第一个男人，是 copy 至第一个男人。所以我们从 DNA 的编码的解码和数学的计算分析可以看到，全人类的第一个祖先是个男人，而第一个女人呢是出自这个男人，这是从编码中看见的，这是从科学上看见的，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民的亲子鉴定，全民的 DNA 亲子鉴定就这样彻底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。全世界人来自唯一的一个男人，第一个女人是从这个男人出来的，这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中的 DNA 解码和数学分析所看见的，没有办法否认。谁要是否认，谁必须先否认自己身体中常染色体、X 染色体、线粒体男女没有区别，必须否认数学计算的结果，必须否认这个科学报告中所说的30亿编码，全世界人 99.9% 都是相同的。这就是结论，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，没有人能够否认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